心化作絮，沾染几缕相思。谁在临摹你的笔迹？落红满地，飘过几世风雨，唯有缘分不可抛弃。迷醉梦里掠过几声悲喜，谁在试探我的情意？黑白对弈，各执几厘几字，输赢难断，爱恨故里。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需要千头万绪我在海里寻觅，花心难离，有太多迷离。手握清风，采摘动力，一起有过谁人与我相依？千丝万缕我在海里回忆，繁华隐去了太多风雨。我红挂你，长歌一曲，一袭梦里难言与我别离。加曼小姐亲自相约，受宠若惊。你看，我说过，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好朋友，佐藤会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你是怎么知道乔江的？就像你们中国人常说的，缘分而已。我要你模仿一个人，去接近林航景。林航景，佐藤先生，您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呀！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加曼小姐，我一定会帮助你守住这个秘密。我们相互帮助，彼此照拂。总有一天，我也会需要加曼小姐的帮助。谢谢。给他做个围巾。你做的挺好的。子正，你怎么会来这里？你就这么不想看见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上次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航姐，难道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你放心，我已经放弃了。那天回去之后，我想了很多，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既成现实，那就得看清，人总得向前看嘛。你真的这么想吗？原本就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告而别，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没能留在你身边，对不起。其实你不用说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苦。我是真心希望
你过得平安快乐。好，既然这样，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穆子正。你好，我叫林航景。小勇，怎么样？有没有事？阿牛，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骗人家呢？我让他陪我玩，他一直不理我，他就像个木头人。那你也不能动手啊！快道歉！快，对不起。小勇，我们和子珍哥哥一起做布娃娃好吗？小勇，给。小双，妈妈笑起来的样子应该很好看吧？给她画个笑脸好不好？来，我教你画，像这样描上去。哎，对，是不是很好？义父，子正，我听说你最近老是往孤儿院跑，是吗？啊，小姐都跟我说了，说北兴城这边慈善工作做得不错，她说要去取经，所以就让你到那儿去帮忙。啊，对，这些个小事不要这么费力，军务才是头等的大事。义父说的话我记住了，多谢义父关心。哎，督军，上面出了些问题。什么事儿？咱们想调走老虎团的事儿传到了大总统那儿，他的亲信军事部何部长已经派出一名特使来北信了。这个大总统几次都想拉拢我，可是我一直没有表态。啊，我想他肯定是怀恨在心了。至于这个何部长，什么玩意儿嘛，就是个马屁精，他就想找机会拉拢影军，逼我下野，他好邀功。局势不稳，这些蝇营狗苟的小人趁机作乱，不足为奇。只是眼下这个档口，萧北辰对咱们心存芥蒂，很容易动摇啊。您是不是该敲打他一下？萧北辰，至于他的忠诚度，我倒是觉着可以借这个特使做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您的意思是让他们见面？呵呵，你再想想。别着凉了，谢谢柔科姐。和父亲聊完事了。孤儿院的事，多谢你替我在义父面前解围。可是你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如果我不这样做，我才会真的痛苦。你有没有想过，
你一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相信，只要我一直坚持下去，杭景一定能看到我的努力。总有一天，他会下定决心离开小北镇。有时候我在想，这每个人的上辈子，应该都有一个债主，所以这辈子有还不完的债。也许吧。姑爷，姑爷，你又来看小姐了？她睡了吗？嗯。啊，休息吧。哎，姑爷，其实我们家小姐就是嘴硬心软，她听说你老虎团的事情，担心了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呢。哎，姑爷。我们家小姐明天要去拍卖行为北新孤儿院筹善款，有义卖活动。姑爷，可得把握机会哦，加油！知道了，去休息吧。您的号牌，您的号牌。来，都坐好啊，别乱跑啊！杭景，程玉，你怎么也来了？陪你一起啊，来的人可真多。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这还用猜啊？坐吧。哎，这儿这么多人，总不能让别人看出我们闹别扭吧？萧副司令，穆先生，这刚回北新，就为慈善做了这么多贡献，有心了。有意义的事情不分早晚。再说了，我对孤儿院的孩子们也抱有感情，尽一份心也是应该的。各位请就坐，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所有的拍品都是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支持本次慈善拍卖所捐赠的珍品。本次拍卖的所有收入，我们都会捐给北新孤儿院，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环境。好，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件拍品。下面让我们请上第三件拍卖品。这是北新孤儿院的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布娃娃，虽然价值不高，但是拍品有价，爱心无价。起拍价1块，各位请慷慨解囊。我出5块，5块，我出10块，10块，20， 50，萧三少出价50，这么高的价，来，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三少出价50元，100，好，100，这位先生出价100元。 150一次，150 2次，150 3次，成交。
有请三少上台领取这件牌品。好，下面也有请我们的捐赠者穆子正先生上台为大家说几句。首先呢，我得感谢萧三少成全了我的爱心。这个布娃娃是我和孤儿院的林老师一起制作的。也许在大家眼中，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工品，但在我眼中，这是孤儿院的孩子渴望生存下去最珍贵的希望。连一个小孩子都在为了生存而努力着，怎能让人不唏嘘、不心疼？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还有更多像这样失去父母的孩子，需要我们去关心，需要我们去爱护。最后，我再次感谢萧三少慷慨解囊。好，非常感谢萧三少和穆先生的善心。那么，咱们接下来有请本场最后一件牌品。现在我们要拍的最后一件牌品，捐赠人正是萧三少。这样的勋章属于个人的珍藏，究竟为什么会拿到这里来拍卖呢？那么就请萧三少为我们讲几句。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这枚勋章呢，对于我来说，的确意义非凡。这是我19岁时第一次上战场，获得荣誉，被赐予的勋章。在此之前，我认为我的生活就应该是肆无忌惮的，直到我在战场上遇到一个孩子，一个13岁的孩子。他的名字叫罗豆，我们叫他小豆子。为什么像这样年纪的一个孩子需要来参军呢？后来在战场上，他才告诉我，这是他唯一可以不受饥寒之苦的办法。可即便这样，他依然微笑着对我说，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他想开家裁缝铺，为他姐姐亲手做一件嫁衣。后来，小豆子死了，他抱着我说，这一辈子能够跟我们当兄弟，他很高兴。那之后，我便问自己，像这样的一个孩子，一个13岁年纪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活着？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一个梦想，他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它？在此之前，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最悲惨的。我7岁那年，我的母亲就跟小豆子一样，躺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我一直憎恨上天对我不公。再后来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阴霾之中。可后来，我才知道，在这样一个战乱时代，很多的孩子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今天，我在这里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我们的同胞，尤其是像小豆子那样的，那么年轻的孩子，可以免受饥寒之苦，
免受亲人离世之痛。就此，谢谢。周副官，雅克夫已经审完了。跟我来吧，督军在里面。好。报告。进来。督军，您看。 这是从开始到现在的所有审讯笔录。这个雅克夫狡猾得很呐，一直在绕圈子，根本就没有交代那笔援助金的下落。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明里暗里寻找雅克夫，不仅有南方的人，还有大总统的人，而且内阁的一些大臣们也都伸出了手。咱们还是尽快把他送给总理吧，免得夜长梦多呀。告诉老黄，5天之内把这个人送走。 可是督军，快到鱼灯节了，这时间怕是拖不了这么久。那就在鱼灯节之前把事情办好。是。总理夏野一直在筹划复出，如果能抓到雅克夫，无疑会给他的复出增加一些筹码。但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不可有差错。啊，明白。是。谁？ 督军，没人。今天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我们的同胞可以免受饥寒之苦，免受亲人离世之痛。 快点儿，来，全速！三哥，人已经到了，下午3点，约在华兴饭店。走吧。赵特使，今日到底是为了何事？还自己亲自来一趟？ 事关重大，我就不绕圈子了。萧副司令应该很清楚，何部长此次是得到大总统的授意。金城想要调动你的老虎团，以及3方军事掣肘你的事儿，大总统已经知道了。你是个明白人，这2年金城明里暗里一直想要帮助总理复出，大总统早就对他心怀不满了。
那赵特使今日前来，具体是为了什么呢？取而代之。大总统的意思是借金城停留在北新的机会将他囚禁，卸了他的兵权。北洋政府内阁会协助你们萧家取代金城，掌控北地17市。赵特使，这到底是大总统的意思，还是何部长的私人恩怨？这是何部长的善意建议。当然，你也知道大总统十分器重何部长，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大总统的心思，只不过碍于一些面子原因，不方便直接传令罢了。何部长急总统所急，这才安排赵某人前来同你商量。有劳何部长操心了。金城想要控制你，你呢又不甘心交出兵权，你们俩迟早会闹翻的。与其这样，萧三少，何不在大总统的支持下抢占先机呢？来，萧三少，天纵英才，切勿干预人下。先生走好，看来是你请的啊。没问题。督军，督军，这是从他行李里面搜出来的。他就是何部长派出的军事部特使。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游说萧北辰。赵天龙，赵特使啊，你跟萧北辰见了面了？他都答应你些什么事情啊？还是不够清醒？说不说？我说，萧北辰都同意将你囚禁，逼你卸了军权。行动在什么时间啊？就在今晚10点。三哥，你倒是说句话呀！你怎么给人特使回复的？督军，这
等下去。先生，您的毛巾。三哥，难道是因为你没给答复，所以他们提前动手了？喂，督军，小北辰出发了。三哥，怎么这么安静？我们不会来晚了吧？不许动！不许动！别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北辰啊，你兴师动众的，意欲何为啊？戚夫人，贵叔，老三怎么在温泉山庄跟督军的人打起来了？哦，对了，东大营那儿还说了什么？戚夫人，电话里没有说具体情况，只是说让你千万别担心，郑师长他们已经去温泉山庄接应了。我能不担心吗？司令不在家，老三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他交代呀？督军，您这是？我在问你。你带这么多人荷枪实弹，把我下榻的公馆围得水泄不通，你想干什么？我接到消息，今晚有人要劫持您，我是来保护你的。保护我？你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就这么一张破纸条子，嗯？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呢？我这也有证据。周副官，把那个赵特使带上来。在赵特使。军事部的赵特使他都招供了，他到北新来是奉何部长之命前来游说你。投靠大总统，你答应他们在恰当的时候兵谏，逼我退位，想取而代之。强盗放下！周副官，如果有人敢轻举妄动，格杀勿论。是。你这是什么行为？叛变，其心可诛。我说的句句属实。我今日带兵前来，完全是保护你，绝有谋反之心。你的心在你的肚子里，只有你自己知道。倘若今晚不是我有准备的话，被用枪指着的人应该是我，对吧？督军，您容我证明给您看。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就凭他是个假特使。小北辰，你胡说！我不
是有意出卖你的，我也是为了保命。你说他是假特使，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督军，要是您不信，我可以当您的面，简单盘问他几句，是真是假，一问便知。好。老黄，怎么回事啊？我检查一下啊。好。三少奶奶，车坏了，走不了了。那你在这儿，我自己过去。三少奶奶，天黑你小心点儿。你说你是军事部特使，军事部最高长官是谁？何云来，何长官。何长官？何时进的军事部？2年前，上一是梁文生，何长官是他的得意门生，专管兵员。后来经过梁长官的推荐，接任军事部部长。何长官之前是在法国留学的吧？他的法语说的怎么样？何长官是美国留学生，我从未听过他说法语。你还有什么想问的？行，准备挺充分啊。那我问你，军事部特使专车的车牌号是多少？我平时不太注意这个。身为军事部特使，每天进出军事部的车，你没在意？好，军事部内线电话前3位是多少？身为军事部特使，电话天天得使。怎么，赵特使连这个都忘了？谁派你来的？周副官。说，你是一个伪特使，真的在哪儿？这个混账东西，混蛋！挑拨离间，险些伤我一员大将。哎呀，大侄子呀！要不是你机智的话，咱们今天就产生误会了，那一家人就打起来了。督军，现在局势动荡，自然有人想离间我们。可我们萧家对你永远无二心。于公，您是引军最高统帅；于私，您是我父亲的兄长，也是我的伯父。是，这份情谊永远不会变。是，你们萧家的忠诚，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明白。跟你这父亲相比，你一点都不差，我很欣慰。把你这队伍集合起来，今天我请大家喝酒，啊！周副官，哟，你去安排一下。是。郑伯伯，今日之事，北辰还得感谢您大老远赶过来。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走了。七爷，三哥，叔爷，老三，你没事吧？
没事。让我看看，你把我们吓死了。这不好端端回来了吗？哥，你跟督军到底怎么了？没什么，一场误会。对了，杭姐呢？哦，她应该还不知道这事儿，回房间休息了。哼，自己家的事儿不管，别人的事儿倒是挺来气。好了，那你们先回房休息吧。行，那我们回去吧，你也早点休息啊。哎，走。小姐，你刚才去哪儿了？哎呀，小姐，你的脚怎么了？不许说出去。来，小心。今天的事情你们怎么看？哎，真没想到这个赵特使居然是假的，可他的证件和通行证都是真的呀。况且何部长派特使来北新，确有其事啊。真特使去哪儿了？子正，你觉着呢？既然有人想以假乱真，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让真的永远消失。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和北洋政府作对？北洋政府更迭频繁，局势不稳，彼此面从腹诽。别说一个军事部特使，恐怕就算何部长亲自来了，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只要是想破坏你与萧北辰联合的人，就都有可能。敢做这件事的人，恐怕是不在少数。那这个幕后之人插了这么一大出戏，想必就是想借您的手除掉萧北辰呀。或者借萧北辰之手打击督军，皆有可能。义父，这件事情毕竟发生在北新，我熟悉本地，交给我查办吧。先不用，他们的阴谋已经失败了，我想短期内不会再有新的动作，我们小心防范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关于这个萧北辰，现在是联合军演期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他，大局为重，明白吗？明白，是义父。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谁害怕心痛，否认心痛？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我在天空画出你侧影的轮廓，让我在冰凉一次照耀星河。至少一次飞舞不会再坎坷，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我真心拥有过，哪怕短暂快乐，留给岁月一抹温柔的色。下次流星划过，如果还记得我曾在
心花。